看了上一集影片，发现自己真的吃少了，动多了，体重却纹丝不动，结果自己可能进入了代谢适应里吗？也就是上一集我所说的身体的省电模式。当我们减重一段时间之后，基础代谢率会自动的下调，也让身体卡关，我们一直感觉到肚子饿。但是理解它只是第一步哦。今天要来看看，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子了，应该要怎么办呢？不可能只是一直困在这个省电模式里吧？当然不是咯。今天会有5个重点来突破停滞期，让我们的代谢重新的启动。看完就可以不再盲目节食，而是一步一步的越吃越瘦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，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。今天的5个步骤需要一点点的耐心，但是我觉得效果应该是不错的，也可以让你持续，还能够让你吃饱了也变瘦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，在开始之前，要像上一集所说的，先确认自己的饮食记录是不是真的热量赤字，而不是自以为的少吃。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，要记得先去看看哦。也可以了解一下我所说的省电模式到底是什么。那接下来第2就是重点了，我们要跟身体谈判，告诉他，嘿，现在饥荒结束了，我们已经有充足而且优质的燃料咯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先告别，是需要告别仙女餐，我们要注重营养的密度，停止所有错误的节食，因为持续的低热量饮食只会让你的省电模式更加的强，所以我们先要停止所有的这些自我伤害。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就很喜欢开玩笑讲，哎呀，吃饱才可以瘦啦，是真的哦。我们要先优先喂饱我们的肌肉，而且吃饱真的也可以瘦。肌肉其实是我们身体最耗能的零件或者是代谢工厂吧。但是对于想要生存的身体而言，这个肌肉有一点多余，不必要。都已经开始闹饥荒了，你都没有东西吃了，还要那么耗能的零件来干什么，对吗？就很像如果你家里没有钱了，可能天气热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开电风扇，而不是开空调或者是不开冷气。在马来西亚我们叫冷气，因为我们不需要热气。所以身体在节食的时候，不只是燃烧脂肪哦，它也会拆掉对身体而言不必要的肌肉来省电，又进一步的影响了我们的新陈代谢率。偷偷告诉你哦，肌肉量比较高，也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率比较高哦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减肥期间有很多人都说要吃蛋白质，但是也不要吃太多了。因为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也是在变相的告诉我们的身体，你不要拆这个零件或者是这个工厂，因为我有原料可以提供，你不需要拆它。一天需要吃每公斤体重 1.2 到 1.5 克的蛋白质。如果你是有高强度的运动，可能会需要更多，也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来了解一下需要吃的分量哦。所以与其专注在吃更少，不如专注于吃更好。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质也要注意优质的碳水化合物，请不要再害怕碳水化合物、害怕淀粉了。可以选择高纤、没有精制过的碳水，也就是原型的食物，你可以看得到食物本来的那个样子的。比如说地瓜、番薯、糙米、燕麦等等，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，也可以提供能量给我们的身体。当我们的血糖比较稳定的话，我们也会减少一直很像饿的时候或者是嘴馋想吃东西的机会。当然也不要忘记健康脂肪和蔬菜，每一餐都要吃2个拳头以上的蔬菜，搭配健康的脂肪，像是坚果、酪梨、橄榄油，来提供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荷尔蒙的原料哦。补充一下，这里不是要你大吃大喝，而是在相同的热量下做出更聪明、更好的食物选择。我们先优先喂饱我们的肌肉和内分泌系统，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要吃东西填饱肚子而已。第3，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的身体一个强大、
保留肌肉的理由。记住，肌肉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耗电工厂，也就是代谢率的根本哦。所以不要再一直做有氧运动而已，把一些时间分给力量训练。你知道长时间的有氧，在能量不足，尤其是你减肥又吃热量赤字的时候，很可能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哦。而力量训练也就是重训，它给了我们一个身体强烈的讯号，这些肌肉我每一天都要用，不准拆。那应该要怎么做？从最基础开始，不用追求大重量。我个人也是从徒手深蹲臀桥、跪膝伏地挺身、划船等这一类型的动作开始的。每一周2到3次，每一次可以先从15分钟开始。当你觉得好像很轻松就可以开始尝试增加次数和组数，或者是增加重量和弹力带，不断的告诉我们的身体我们需要变得更加强壮哦。那样子的话，你当需要拆零件的时候，它就不会优先要拆肌肉，或者是就算要拆的几率比较低或比较少。所以增加肌肉是我们对抗代谢下降最长远最有效的投资，它真的很重要。它让我们在即使休息的时候也可以燃烧更多的热量哦。第4，最关键和最耐心的部分来了，需要试探性的逐步的提高身体的每日预算，也就是你吃更多可是体重却不变，它叫做反向饮食。反向饮食指的是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低热量饮食，我们就要逐步缓慢的增加热量摄取，这样可以逐步的提升代谢率，找到新的更高的热量来维持的这个过程。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吃的热量变多了，但是体重没有增加，或者是只增加一点点的1-2公斤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慢慢的适应，同时你增加了碳水化物，它也会增加一点重量。所以不要为了那增加了一点点1-2公斤而感到挫折哦。如果是你还没有达到体重目标的话，先在2个星期里面慢慢的吃到 TDEE 减 10% 的热量，蛋白质和热量都会减少，大概在每公斤体重的 1.8 克和 0.8 克个别，其余的都留给碳水化物，所以它增加的其实会比较多一点点。之后再慢慢恢复去热量赤字，先到 TDEE 减 20% 的这个热量维持。如果你已经达到目标的，每一次增加200卡里面维持同样的热量2个星期，然后每2个星期再调个5到10%，直到达到你的 TDEE。基本上你增加的分量可能就只是多半碗饭或1碗饭而已，需要维持，然后再调整这样子的一个循环，不是叫你直接开大餐哦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你也要很密切的关注我们的体重腰围臀围和感受。目标是要让我们的体重保持稳定，或者是就算上升也是非常缓慢，因为像我刚才说的，碳水会抓水，所以会增加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和糖原，就会增加到体重。这个过程不是要你快速的增加脂肪哦，所以它可能维持好几个星期或甚至好几个月，一定要有耐心。但是我相信你的感觉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你可以吃的东西变多了，变满足了，却没有变胖。这么做不是要疯狂大吃，而是要让你的身体相信，现在能量已经稳定咯，你可以放心的提高消耗能量了。第5，最大化我们的隐藏消耗，也就是之前提过的工厂里的员工日常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增加消耗，也就是 NEAT。这个是我们最容易可以控制的部分，非运动型的活动量来消耗总消耗。很简单的执行方式，让自己有意识的多动，因为 NEAT 是对抗代谢下降的这个最无痛而且最可以看到效果的工具，不用很多，每1个小时站起来走动5分钟，多去倒水伸展上厕所，到同事的桌前讲2句话，这些也行。如果你是有通勤的话，提前下站，有开车的把车提远一点，到百货公司的时候多走几间店，
看电视的话，站起来动一动。我讲电话的时候也是超喜欢走来走去的，这个是不自觉的一个习惯啦。目标是每天可能多走几千步，可以是3000到5000步。如果你一开始走不多的，你可以慢慢增加，然后可以增加多一点。不要小看这些零零碎碎的活动哦，积少成多，而且又不痛不痒，也可以让我们在省电模式里面偷回一点点能量的一个最快的方法。但是如果你是正在进行反向饮食的，就不要再特地的增加 NEAT 或是运动哦，因为反向饮食是要让你的身体知道你有足够的能量，吃足够，同时来增加新陈代谢的。不然的话，你身体会以为误会了，你虽然吃多了，但是你也动多了，所以需要的能量你吃的东西还是不够，这样子的话就本末倒置了。你可以完成第4步之后再增加这个第5步，或者是第4步之前先增加也行。所以逆袭代谢适应不是一蹴可及的奇迹，它是需要耐心和策略的一个修复的过程。毕竟我们的身体之前已经被我们弄得有点困惑了。第一，要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进入代谢适应，然后就开始吃营养，停止节食，优先营养的密度，然后锻炼力量，投资肌肉来巩固我们的代谢本钱，过后再慢慢的增加卡路里，执行反向饮食，恢复代谢，最后就是多活动来最大化 NEAT 积少成多，这个也可以再上一步进行。所以不要再一味的少吃了，先试一试这些方法，看能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应该要有的新陈代谢率哦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、分享和留言告诉我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你执行之后有什么好的效果哦。就让我们一起开心健康的吃得瘦吧。我是素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按这里，谢谢。